现在是晚上的9点啊，9点跑来这个小镇这边溜达一圈。今天下午有点事啊，就本来应该下午每天在外面逛一圈的，所以只能晚上出来逛了。不过晚上呢，也有晚上的一种感觉啊，就是这种很寂静、很安静的这种感觉。晚上啊，在这里风一吹，看看这个小镇的海景啊，感觉非常的舒服。这个是我背后这个都是金黄色的啊，马上就要变成粉红色的，然后这个灯再一亮啊，这个感觉是非常棒的，但也只有夏天这样的一个时间会有。大家好啊，现在已经是夜里的12点了。前面到那个小镇上去的时候就已经是10点多了。今天为什么这么晚呢？就是今天下午啊，本来一般我都是下午到海边去的，就6、7点钟的样子。但是呢，今天下午呢，就是我打开那个电脑啊，就我看到台湾的一个网红，就是馆长啊，他居然跑到大陆去了啊，还是在我的家乡，在上海。那么我就一下子呢就来了兴趣啊，本来就想看看一会儿的，谁知道他这个叫什么？他这个直播实在有点坑人，就时间太长了，就大概有5个小时还多久？哎呀，反正就好长啊，好长，好长。那就当中看的有什么断线啦什么的啊，然后又连上，反正就前前后后啊，也就花了这个时间。那所以今天出去就晚了。然后呢，我前面其实已经想睡觉了，但我又想，还是把我今天看的一些感想什么的给录个视频吧啊，因为本来我想睡觉了，明天看看有没有时间再录啊。但一想，可能拖到明天我就不想再说这个事情了。然后呢，下午看了那么久的时间，看得我眼睛都疼了，不给它录下来，觉得有点亏了啊，白看了啊。那么我就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上海30多年的一个人吧，上海人，本地人啊，我来讲讲这个馆长啊这次中国行、上海行啊，我个人的一些感想，只代表我个人啊。其实呢，坦白的说啊，就过去我也看过一些馆长的视频，主要呢就当时也是闲着无聊，对吧？就想看看这个台湾啊，这个台湾的一些网红，他们是怎么就是骂大陆的啊？就反正就这个好奇嘛，对吧？我觉得，两岸之间啊，很多都是由这个好奇心诞生的，就是都是很多东西都是听说，但到底怎么样，其实谁也不知道，对吧？就包括我也是，我也不了解，我都没去过台湾，虽然我有很多台湾的朋友啊，包括以前也和台湾的一些艺人合作过啊，拍摄什么的，但是我没有去过台湾。那么所以呢，就是想去看看啊，这个他们是怎么骂的，怎么说的。那馆长呢，属于当时啊，就好些年以前了。反正我当时认识馆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他骂的挺有趣的，对吧？啊，然后呢，他反正那个四肢很强壮嘛，就觉得这人挺搞笑的啊。我当时就觉得，但因为他骂来骂去，也就是这么骂嘛，就嘴里面那个，反正有个这个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台湾的那种国骂类似的话吧。就是看的久了呢，你就觉得没意思了，所以后来也就不看了。但我从此就记住了这个人，我觉得这人挺有意思的啊，就反正骂人骂的挺有趣的。然后呢，
前几天吧，他说他要来这个中国什么什么的，当时我只是以为就是他那个开玩笑，对吧？因为我想，他曾经就是骂中国骂这个共产党，这个骂了那么难听，对吧？你怎么后来敢来中国呢？是吧？你肯定要抓起来呀！就是照我们的普通人的想法，肯定是这样啊。所以今天他突然真的来了上海，所以就是我就会觉得很惊奇，对吧？那么他在这个来上海之前拍的那些东西我也没看，因为说实在的，他无非就是他那个台湾岛内的一些政治，对吧？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也不懂说实在的，挺复杂的，我们也不是很懂。但是呢，他来上海这边我们就开始讲讲吧。首先呢，今天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很敬业的，很不容易的一天因为现在就是这个今天是6月10号吧，这个时间是上海的黄梅天就是又下雨又闷热，这个闷是闷热就是你觉得又透不过气，觉得这个汗因为湿度很高，汗就粘在身上的我不知道台湾的天气怎么样，他们能否适应？反正这个感觉是非常的不好的。就如果是那个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在这种天气特别不舒服。所以我看到那个中天吧，电视台那个美女对吧，一直就是应该是个记者吧就妆都化了然后馆长也是，反正特别不容易，尤其是扛那个摄像机直播的那些，对吧？应该过去其实都是同行都是搞这个摄影的，都很不容易但是，说真的我被敬佩到了虽然我过去也和台湾的一些团队有过合作我也知道台湾人很专业，很怎么说，很尽责的但是在上海这个天，今天又是有点下雨的从飞机直接下来，然后就一晚上搞到了，他们直播应该是播到了12点吧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级的努力的我先表达一下敬佩。那么他们呢，从这个浦东机场落地浦东机场就是上海的国际机场，对吧？然后呢，坐了那个磁悬浮列车。这个磁悬浮列车呢，它其实过去好像是一种就是当时要考虑的一种方案，就是在中国到底是搞高铁还是搞磁悬浮后来就是这个磁悬浮造价太贵了，所以呢，后来就没有搞磁悬浮。但是这一段呢，当时是作为试运行的一个呢，因为国际机场也是给那个国际友人吧，对吧？很多外宾或者什么的就是一个面子工程就代表上海的形象的。那现在其实也算是一个挺怎么说，就是挺少的一个东西，对吧？因为这东西很贵，但是在大概应该是20-30年以前就有了，反正我记得是很早就有了那保持到今天我觉得也是不容易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如果他们没有从这个浦东国际机场做这个磁悬浮，这个磁悬浮是做到龙阳路，就是他们到了龙阳路以后就上了一辆那个巴士嘛。如果他没有做这个磁悬浮，那么他要这个车子开到那个地方，要大概1个多小时1个多小时，而且这个1个多小时还是要开得非常快，就不是那个半个小时什么都能到的就是要开到120码左右，100码左右所以这个是磁悬浮就能节省时间那这个是比较快的。但是这个磁悬浮呢，这上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过去我的印象里面，这个磁悬浮应该都是人满的，尤其是在这个时间点，就他们下飞机这个时间点，因为应该是有很多人会从国际机场出来，然后去那个就是龙阳路应该是满的，因为
我们都会觉得，就像我过去从国外回到那个中国，回到上海，一般也是会在这个等个磁悬浮，然后呢，在那个到那个龙阳路下来啊，再去打车或者什么。第一省钱，第二呢，它不会就是时间上有什么限制，对吧？就你如果有时候特别繁忙的时候，你去等这个出租车，在浦东国际机场等出租车，等出租车要等个1个多小时啊，所以就是那个时候这个磁悬浮应该是满的啊，但是今天这个磁悬浮上面几乎没什么人，没看到人啊，感觉挺空的啊，也不知道是特殊还是什么样的原因。那么等到这个磁悬浮下来以后呢，他们就去酒店了，坐了一个巴士上面啊，坐了一个巴士上面呢，有一个像导游一样的啊，一个导游，一个女士啊，反正就开始给他介绍了啊，介绍一些那个什么长江黄河呀，或者说介绍了那个就上海的一些内容吧。那么这个女士她肯定不是上海人啊，因为她说话的这个口音一听就不是上海的这种本地人啊，应该来说是可能就是职业啊做导游的吧，反正怎么说呢？就他说的那个东西呢，说实在的啊，也是非常官方的一些东西啊，就是书本上、课本上的一些东西啊，就不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们作为本地人啊，几十年会有这样的那样的一些小典故、小经验什么的啊。那如果今天就换做我们去接待啊，那这个肯定我们会讲一些比较啊，相对来说就接地气的，对吧？比较特殊的啊。后面就是馆长他们到了一个烧烤店里面，对吧？到了烧烤店里面的啊，有一个人拿出了一些杨梅送给他的时候啊，这个其实啊，他讲的是很好的啊，就是说也不是说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你能吃到杨梅啊，就是什么混得好之类的啊，就怎么说呢？就是说，说明你这个人很懂得享受，很懂得吃，对吧？因为杨梅是一个非常短暂季节的一个产物啊，就像上海有一个特色叫刀鱼面啊，这个刀鱼呢，它是在这个长江里面的，但是呢，它只有一段时间啊，就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它会在这个长江里面，所以这个刀鱼面呢就卖的很贵，也很少啊，所以这个杨梅的意思呢，有点像这个刀鱼面的这种意思啊，就是说反正这个东西就是季节很短暂啊，就是吃这个东西呢，就算你是比较懂得吃的啊，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就又有人在这个时间节点很懂得，就很少很短的这个时间节点送给你这个东西，对吧？那就感觉啊，就是说，算是一种待客之道吧，那我再把话题给扯回来，就他们呢，然后去了一个酒店啊，那个酒店我没有看到它的那个 logo 什么的啊，我认为应该是悦榕庄啊，有可能是悦榕庄，我不能那个100%确定啊，因为什么呢？他们这个酒店呢是在这个北外滩啊，就是外白渡桥，上海那个著名的外白渡桥，什么上海滩啊，什么各种各样的电影片子都有的。外白渡桥的另外一边啊，另外一边那是北外滩。北外滩呢，过去是那个上海，它属于是个虹口区啊，它是日租界啊，像什么鲁迅先生啊，就故居什么都在这个北外滩那边啊。然后那个酒店我感觉是悦榕庄啊，但也有可能不是，也有可能是那个什么，反正我不知道啊，这个也不说了啊。然后呢，他们啊，其实这个安排的这个地方呢，应该来说呢，就也不算是上海特别高大上的地方，对吧？就正常的情况，像馆长这个级别啊，我认为他自费来玩的话，或者说如果说是就是有人要刻意
招待他的话啊，一般那肯定上海有半岛啊，对吧？华尔道夫啊，那都是正对着外滩的那个夜景的，对吧？那北外滩呢，虽然也能看到一些这个景啊，但是呢，它属于就是这些位置里面相对来说就不是这么好的一个位置。然后他们呢下来以后呢，他们又步行跑到那个一个吃串串的店吧。那么步行去串串的店呢，他们是路过了一个园区啊，那个园区呢叫1933创意园啊。那个园区呢，其实是一个过去是一个屠宰场啊，就是馆长后来他们在那儿不是又搞什么中华香烟啊，又搞一个什么像酒吧一样的什么，还有一个什么自动调酒的一个机器人的什么东西啊？这个机器人这个东西以前没有的啊，这个机器人的东西以前是没有的，可能也就这1-2年里面才出来的吧。但是这个1933这个园区是很早就有了啊，那差不多也有个20年了吧。反正它过去是一个虹口屠宰场，后来变成了一个文化园区，那里面有什么展览啊、什么餐厅啊什么的啊。他们后来去了这个吃这个串串啊，串串我也没吃过那个店啊，就感觉也不像什么很盛情的招待，对吧？说那个吧，说那个就是为什么啊？就是有很多人送给馆长外卖啊，或者送茅台啊，或者是送了，反正就很多礼物吧，对吧？我这个是安排的吗？还是怎么样的啊？我来分析分析啊。我觉得呢，说句实在的，如果我看到了这个馆长，就今天如果我在这个直播里面我看到了这个馆长啊，如果我离得近，那么我也比较愿意就拿点东西去送给他的，对吧？就是只要我拿得出手的东西啊，你说茅台什么的啊，这个可能我不会送啊，因为我觉得这几千块钱有点贵。但是你说啊，送点什么杨梅啊、什么麦当劳啊或者别的东西，或者说比这些东西再贵一点，比茅台稍微便宜点的东西啊，我觉得我是愿意的啊。那么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呢，就是尽管馆长过去啊，他是骂我们就是大陆人，对吧？或者是反正也是说的这些，总之来说就是他是比较喊打打杀杀的过去，对吧？但是呢，他对待啊，就是普通的啊，就是百姓，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只是一些民众什么的啊，就是他的粉丝之类的，跑到他的他经常直播嘛，就跑到他里面，他也会跟人家比较心平气和的打招呼的啊。如果一个人啊，他从台湾，对吧？他跑到大陆来，跑到上海来，那么又是那么远啊，又是大半夜的啊。说句实在的，就这个，我觉得尽点地主之谊，这个是不过分的啊。就这个，尤其是他又是这么有名的啊，这个网红，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是挺正常的事情啊。那么话说回来啊，就是究竟啊，这馆长他是来统战的吗？还是啊，就是他自己来搞着玩的，对吧？这个我觉得呢，从今天第一天的这个行程来讲啊，我认为他是自己玩的，自己来玩，花钱来玩的，概率比较大啊。第一呢，就是我觉得，其实他在整个这个直播里面，他也是没有完全放松下来的啊。我认为他心里面还是有点害怕的啊，因为他平时直播的，他什么又是什么干，又是什么，对吧？就大家都懂这个，他是1分钟就要说一次，或者2-3分钟说一次的。那他在这个直播从头到尾啊，就在吃饭的时候好像说了1-2遍，
就没有怎么说啊，就你感觉他自己还是有点紧张的，有点担心的，对吧？第二个呢是，我觉得如果说是，有人给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策划的，对吧？不太会选这个时间啊，因为这个时间实在是一个特别糟糕的时间。就这个时间，如果在上海，真的你只能把空调一开，然后你就待在房间里面啊，就不然的话你是很难出门的。就你一出去身上就一身汗，明白吗？就你一天要洗几次衣服，衣服身上可能还有那种叫什么干不了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就是不会选这个时间来啊。那我觉得就招待客人嘛，对吧？那你这个过来，人家要生气的啊，就不会这么安排。别说是啊，就馆长这么大网红，就一般的你请个朋友来玩，都不会在这种时间请他来的，对吧？还有呢，就是我觉得他也没什么准备啊，就他感觉就是他说什么东西啊或什么的啊，就是他也是反正就左顾右盼的，对吧？他反正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让大家觉得啊，他是要非常自然、非常放松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准备，他就是随便讲讲啊。到后面就是很多人来给他送礼物了什么，我觉得那个环节可能他也是不知道啊，所以他有点惊讶。然后呢，他也有一点这个。我觉得他也有点感动啊，这个我觉得，我觉得就是从这一点呢，我就觉得像馆长啊，就作为就是台湾人嘛，啊，我觉得还是挺善良的啊，就是很多人对他很客气，对吧？就他，我觉得他是很尊重的啊，他是一个一个，不管是别人送的什么小外卖啊，或者跟他拍照啊、合影啊，有的我觉得是比较真诚的，说实在的啊，就是人家可能送他东西，有的我觉得是一些商业品牌吧，人家给他点个外卖跑过来，毕竟这么多人直播，对吧？这个直播的量，给自己品牌做宣传，因为之前那个有个那个叫什么美国的一个网红，一个甲亢哥，甲亢哥来中国来直播的时候，就有那个一些品牌啊，有一个什么重庆卖鸭脖子的什么的，就是那个就冲进去人群啊，就把那个鸭脖子给那个甲亢哥吃，然后他就火了啊，突然就火了，所以就是会有很多人啊，商家什么的，他就会想展现一下自己的什么品牌啊什么的，对吧？在这种时间啊，当然了，你说那个热情啊，我觉得也有，就是送一些东西，可能就不是那么贵重，比如什么送什么杨梅这些东西的，对吧？或者说你说人家也有的人点个麦当劳，还有个人送什么杂菜什么东西的，反正这些人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比较就是好玩啊，然后就是热情，对吧？就觉得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的心态嘛，都是比较嘻哈的了，对吧？就不像以前就是搞得一本正经的样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种就是送，但后面那些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产品那个产品的都开始读商标了，对吧？啊，我觉得就有点广告的嫌疑，对吧？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就有点怎么说啊？借用这种感觉是热情，但实际上啊是希望馆长他在这个直播里面最好自己的产品能够提到一下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但总的来说吧啊，我觉得馆长也挺不容易的啊，说句实在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对吧？就很多不确定的啊，很多就是很难的时候，就像有一个老板，就他吃这个烧烤的老板啊，他跑到这个馆长后来在店门口跟他合影嘛，那个老板肯定也想合个影挂在店里面，对吧？他就说啊，什么希望台湾回归啊，什么东西的，然后这个这个馆长马上就说啊，你这样说你是要怎么怎么，我回去就很难了，什么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也是随时的啊，他也有一个
有一个这种边界啊，尤其是在这种政治上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他也挺不容易的啊，其实是有一定压力的，时刻这个神经都是紧绷着的啊。但不管怎么说吧，啊，我觉得既然来了啊，来到上海就好好的玩一玩，感受一下，对吧？其实，我还是挺能体会这种感觉的啊，因为，就像我也没我从来没有去过台湾，馆长应该也年纪不小了吧，对吧？他可能这么多年，就是当你一直知道这样的一个地方，对吧？因为就像我们知道台湾啊，台湾也知道，比如说上海，但是很多人其实他一直是听说，他就一直没有去过啊。然后突然之间你真的去了啊，所以不管怎么说，肯定会留下一些不同的印象的，对吧？就是说。这种就是一些很好奇的新鲜感吧，对吧？好吧，啊，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反正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有意思的一天，也是一件事情，好吗？谢谢大家。